社畜的我加班猝死，临死许愿，竟然穿越成公主。上官穗死了，在连续加班1个月后，他倒在了办公桌上。闭眼前的最后一瞬，上官穗许愿：下一辈我再也不要当打工人了。短暂的黑暗后，上官穗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陈妃娘娘，穗穗公主又发热了。陈妃，穗穗，这不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男频小说《生逢乱世》，我选择直接造反里面的2个人物吗？所以我这是穿书了。张太医，穗穗真的没有办法医治了吗？陈妃娘娘，穗穗公主这是从娘胎里带的弱症，微臣也无能为力啊，恐怕是公主是熬不过去了。陈妃眼睛立刻红了起来，眼角的泪滴正要滑落，她的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稚嫩的催声：哎呀，娘亲不要相信这个张太医的话，他想要害死我。陈妃呆住了，什么声音？知道剧情的上官穗焦急到不行，但是他现在因为生病，喉咙痛到根本说不出话，只能在内心疯狂吐槽。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享尽荣华富贵、混吃等死的小米虫，现在好不容易投胎成了一个公主，我可不要死啊！原书里面，上官穗3岁那年就病逝了，但这可不是意外。娘亲，这个太医是丽妃的人，他是故意误诊，想要害死我。我美丽善良大方的娘亲，你可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，快换个太医。陈妃抬眸打量了周围，发现周围人的表情都没有什么异样。难道只有我能听到？而且那个声音叫我娘亲，莫非……陈妃快步走到床榻边，我雷个豆，娘亲你是不是好看的有点太过分了？真是麻雀吃了草莓，确实美，好喜欢漂亮娘亲，和娘亲贴贴，么么。如果他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女儿的心声。没想到自己往日安静沉默的女儿，内心居然这么活泼。娘亲，快救我，换太医，不然你的女儿真的就没命了。阿巴阿巴，娘亲救救我，娘亲，我不想病死。陈妃回神，她不知道女儿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。张太医稳承持重，实在挑不出毛病，但是事关女儿性命，她不能置之不理。毕竟丽妃确实和她一直不合。张太医辛苦，但是穗穗病重，还是多请一位太医再来看看比较稳妥。娘娘这是不信任微臣的医术吗？要是换了别的太医，他暗中动的手脚可就要被发现了，更是没有办法跟丽妃娘娘交差。本宫的决定需要你来质疑吗？本宫的决定需要你来质疑吗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。呜呼，娘亲好厉害，好喜欢娘亲哦，和娘亲贴贴。这个女儿小嘴可真甜。清平去太医院，把院判许太医请过来。是，娘娘。清平俯身，还没等她出门，一道有些尖利的声音蓦地从外面传来：陈妃姐姐，我来看看你，小公主有好点吗？丽妃扭着水蛇腰进屋，上挑的凤眼盯着榻边的陈妃。我刚才外面都听见了，姐姐好端端的，怎么要换太医啊？换太医，想都不要想，换了太医，可就没办法弄死上官穗了。穗穗病重，多请个太医看看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正常是正常，但是张太医一向是奉太后，太后也多次夸奖张太医医术高明，姐姐这么做，岂不是质疑太后，对太后不敬？哦吼，好大一口锅哦！对太后不敬可是大罪。丽妃这不是存心想害死我娘亲吗？换个太医就是大不敬，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爱上纲上线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丽妃就是想阻拦我娘亲换太医，这个女人真是够有心机的。陈妃听着上官穗的心声，表情越来越冰冷，正准备开口说话，皇上驾到！屋中的所有人都齐齐下跪。平身，陈妃，五公主怎么样了？这个声音有点好听哎，这是我爹来了吗？上官林，这是什么声音？怎么有人在说话？声音还那么稚嫩，难不成？上官林走到床榻边，阿巴阿巴，我爹长得还挺不错的嘛，真是屁股上挂暖瓶，帅的有一定水平。不过长得这么好看，居然是个暴君，真是造孽呀！上官林，感觉在夸我，但又不像在夸我。等等，朕才不是暴君呢！我都每天批奏折到深夜，勤政爱民，怎么会是暴君呢？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周围的人，发现他们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异样。难道只有我能听见？呵，朕不愧是真龙天子啊！皇上，小公主病重，陈妃姐姐却非要在此时换太医。张太医一直都照顾小公主，对小公主的身体最是了解，这样贸然换太医，恐怕会加重小公主的病情啊！上官岭垂眸，似是在思考。见他不说话，上官穗瞬间急了：爹，张太医是故意误诊，
想要害死我。爹，你快救我，快点换一个太医，拜托拜托。丽妃说的有理，不过再来个太医看看也挺好。丽妃，小臣子，你去太医院把院判许太医叫过来。太好了，暴君爹爹，你还真是英明神武，聪明睿智，一眼就识破了丽妃的诡计。上官凛弯唇得意。那当然，不过怎么只夸一句啊？许太医很快就到了，在给上官穗把完脉后，躬身说出了诊断结果。小公主只是伤寒而已，微臣开几副药，休养半个月就可以了。太好了，她的穗穗有救了。是微臣医术不精，险些害了公主，请皇上责罚。哼，哪里是什么医术不精，分明就是故意害人。我的汤药里你可是放了不少对我病情不好的东西，一点医德也没有。你跟丽妃两个人狼狈为奸，想要把我害死，真是坏透了。许太医，看看这碗药有什么不妥？这药对公主的病症十分不好，甚至会加重公主的病情。张太医，你居然敢故意谋害公主！微臣都是微臣一时糊涂。皇上，张太医居然敢谋害公主，臣妾真的没想到他居然是这样的人。哟吼，反应还挺快，把责任推到了张太医身上。可张太医明明就是听了你的吩咐。哼，我这个暴君笨爹爹不会真信了丽妃的鬼话吧？真是个大色鬼。那倒也没有，这个小闺女对我还真是半点不留情面啊。谋害公主可是大罪，是要株连九族的。但要是你开口说出背后主使，我可以向皇上求情，保你家人性命。张太医瞬间吓得浑身发抖。为了丽妃的500两银子，真的值得把家人全都搭进去吗？哇哦，娘亲好厉害，直接拿捏住张太医的软肋。娘亲真是有勇有谋，好聪明，好厉害，好喜欢，和厉害娘亲贴贴，么么。为什么夸陈妃就能夸3句，夸她只有1句？我明明也很厉害啊！是丽妃，是丽妃，都是丽妃指示的。丽妃被吓得一惊，连忙磕头。皇上明鉴，臣妾没有，都是张太医诬陷臣妾。丽妃娘娘，你给微臣的500两银子还在微臣的家里放着的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500两是我给你的？丽妃娘娘，你怎么能翻脸不认账呢？嘿嘿，狗咬狗，真好看，再骂凶一点，打起来，打起来！陈妃、上官凛俩人很少无语。把这2个人拖下去，交给慎刑司严刑拷打。居然敢害他的穗穗，必须要付出代价。皇上，皇上不要啊！臣妾是冤枉的。丽妃大声哭喊着，脸上原本精致的妆容此刻显得狰狞无比。我入宫已有5年，却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格外嫉恨那些有孩子的妃嫔。陈妃没有家室，皇上也已经不宠爱她了，是最好收拾的。实在想不通，明明计划的天衣无缝，怎么会被发现？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啊？哦吼，坏人被抓起来了！好爷，暴君爹爹真是清汤大老爷，呸，青天大老爷呀！只可惜2年后，哎。上官凛竖起耳朵。什么2年后？他2年后怎么了？可他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下文。上官凛急得快步走到上官穗的旁边，发现他居然睡着了。上官凛瞬间心软得一塌糊涂。这就是我的小女儿吗？现在才发现，原来有个小女儿是这种感觉，心里暖洋洋的，像浸在蜜罐里一样。并且穗穗没有叫他父皇，而是叫他爹爹，好喜欢这个称呼。没有皇室亲人的淡泊，只是最寻常的妇女。没关系，他会自行忽略前面暴君2个字。上官凛伸手戳了戳上官穗的小脸蛋，眼中满是温柔的光。周围的人都看傻了，这还是那个他们认识的那个皇上吗？他不是一向不喜欢小孩的吗？现在居然会对小公主这么温柔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皇上，兵部刚刚送来了一份奏报。知道了，先不用管，他要在这等穗穗睡醒。今天必须知道2年后究竟怎么了。上官凛就这样在陈妃的碧华宫一直等到天黑。上官穗还在睡觉。很快，皇上在陈妃宫里待了1天的事迅速传遍了整个后宫，宫女太监们也议论纷纷。陈妃不是早就失宠了吗？皇上这次居然在她宫里待了这么久。皇上可是从来不在白天去嫔妃宫里的。谁知道呢？皇上的心意哪里是我们能猜的？不管怎么样，碧华宫的差事要打起12分的精神好好干了。上官凛等到晚上也没等到上官穗睡醒。翌日，芜湖一觉睡到自然醒也太舒服喽，不用上班上学就是好。穗穗睡醒了。陈妃走到床榻边，伸手摸了摸上官穗的额头，发现他已经退烧了，不由长舒一口气。穗穗，你感觉怎么样？阿巴阿巴，呜，娘亲，我喉咙好疼，我说不出话。穗穗乖，许太医说你这是风热伤寒，只要好好吃药，很快就能好的。
娘亲好温柔，好爱娘亲和娘亲贴贴，么么。就在此时，店门外响起了陈公公的声音：“陈妃娘娘，皇上问五公主的病情有好一点吗？想让五公主去御书房一趟。”皇上怎么会突然想让岁岁去御书房？这个奴才就不知了。爹爹为什么要让我去御书房？不过御书房他还没去过哎，感觉会很好玩，想去。阿巴，娘亲让我去看看呗。陈妃原本是准备果断拒绝的，但她发现她似乎对女儿的撒娇毫无抵抗力。算了，只要岁岁开心，她想干什么都可以。那就请陈公公稍等片刻，公主才刚醒。奴才担不得娘娘一个请字，奴才在外候着就行。在侍女的伺候下，上官穗快速收拾好了。娘亲，我要喘不过气了，有一冷，叫娘亲觉得你冷。不过我也知道，现在病还没好全，穿厚点也好。这或许就是娘亲吧，永远温柔又体贴。这是上辈子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。吃过早饭，喝完药后，上官穗跟着陈公公去了御书房。在临出门的，还不忘转头跟陈妃挥手：“拜拜了，娘亲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娘娘，你放心，皇上这是喜欢小公主，才让小公主去御书房的。但愿吧。御书房，上官岭看着桌子上摆着的证词，目光冷凝。事实果然像岁岁所说的那样，丽妃收买了张太医，让他故意夸大岁岁的病情，并且在暗中给岁岁的汤药下毒，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害死岁岁，实在是太可恨了。这两个人他已经直接料理了，丽妃打入冷宫刺自尽，张太医秋后问斩。但有个问题还没想明白，岁岁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他一个1岁的奶娃娃还生着病，而且他还知道2年后的事情。莫非岁岁是神女降世，可以知晓未来，洞察人心，所以他才能听到岁岁的心声？这是上天的赐福啊！他们大越国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皇上，五公主到了。上官岭闻声抬头，一眼就看上官穗。我的女儿真是可爱极了，不仅可爱，而且还是个福星。皇上，陈妃娘娘说小公主喉咙不舒服，暂时说不了话。无妨，反正我能听到岁岁的心声，还更直接更真实。别人会对朕阿谀奉承，假意夸赞，但是岁岁不会。岁岁即使夸他，也是只夸一句的。不过莫名有点心塞，是怎么回事？上官林把上官穗抱到旁边，和他一起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。陈公公见状，一瞬间呼吸都停止了。真是没想到，皇上居然这么宠爱五公主，那可是龙椅啊！这要是让其他皇子公主知道，不得嫉妒死。原来这就是御书房啊，好大好气派呀！不过这个龙椅也太硬了，屁屁有点不舒服。暴君爹爹的屁股是石头做的吗？他都没感觉的吗？这龙椅倒也没有那么硬吧。罢了，公主尚小，病还没好，去拿个鹅毛软垫和长绒毛毯过来。是。呜呼，没想到暴君爹爹还怪贴心的。只可惜2年后，2年后怎么了？你快说2年后怎么了？他把岁岁叫过来，就是想知道2年后究竟会发生什么。但岁岁还是没说，真是急死我了。此时，陈公公禀报道：皇上，镇北侯在外求见，说有要事禀报。镇北侯是那个造反的镇北侯吗？什么？造反？这个镇北侯可是不简单啊，他想当皇帝快想疯了，家里面龙袍都做了7、8件，2年后镇北侯就会起兵造反。暴君爹爹也被镇北侯安插在身边的奸细的刺伤，战乱最后虽然被平息，但爹爹的身体却大不如前，脾气愈发暴躁，成了人人厌恶的暴君。大越国逐渐民不聊生，官吏暴虐横行，真是可怜呐！我这个笨爹爹到现在还没发现镇北侯的真面目呢。不过镇北侯虽然失败，但10年之后，男主萧子渊可是成功了，还建立了新王朝。岁岁说的2年后的事情，居然是镇北侯造反，真的没想到镇北侯居然会谋反。镇北侯战功赫赫，帮朕平定西北，我是真的信任镇北侯。我不想像前朝皇帝那样卸磨杀驴，用完功臣就随手杀掉。镇北侯对我也一向恭敬，却没想到这些信任和真心竟是全部为了狗。微臣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镇北侯进殿，和往常一样叩头请安。伏地时，突然感觉到有一道极其冰冷的视线。镇北侯抬头，触及到上官岭凉薄的眼神对视，后背立刻渗出冷汗。皇上为什么要用这种眼神看我？谋反的想法被发现了？不应该啊，不应该啊！我明明做的天衣无缝，怎么可能会被发现？估计就是皇上今天心情不好。起身吧，现在还不是打草惊蛇的时候。启禀皇上，军中粮草已然不足，急需补充。
放你个螺旋冲天大臭屁！说谎话不打草稿，那粮草分明就是你自己私吞了。你不仅私吞粮草，还霸占百姓农田，用朝廷的拨款训练暗卫，这些钱根本就没用到那些将士身上。要不是顾及我现在1岁小孩的身份，姑奶奶我都准备直接上去扇他一耳光。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将军，他既不爱民，也不爱手下的士兵，他心里只有他自己。这个镇北侯真是该死啊！要不是岁岁，恐怕直到2年后才能发现，原来他一直都被人欺骗。粮草的事，朕知道了，但现在国库吃紧，暂时没有多余的钱拨给军队。啊！皇上居然拒绝了我！以前明明一直都是他要什么，皇上给什么的呀？皇上可是军队，将士们实在是等不及了呀！镇北侯，朕记得前段时间刚刚给你一大批粮草，怎么会这么快就用完了？莫非你都贪掉了？微臣不敢，微臣不敢啊！微臣绝对不敢。呵呵，你哪里不敢？你可是太敢了！每一次朝廷拨下去的粮草都会被你贪掉一半，所有想要讲出真相的士兵都会被你直接杀掉。还是暴君爹爹更厉害，这么快就意识到了不对劲。现在暴君爹爹能注意到镇北侯的不对劲，能够及时止损，故事一定不会像袁术那样发展了。毕竟那场叛乱之前，他可一直都是明君呢。粮草用得这么快，你这个将军也有问题，罚封1年，自己回反思反思。啊！不仅没要来粮草，还被罚封了。镇北侯想要再说什么，却被上官凛直接打断。出去！朕不想看到你。呜呼，暴君爹爹真的是太棒了！这样看来，2年后的那场叛乱说不定就能避免掉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以后就不叫你暴君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太好了，岁岁总算不叫他暴君了，朕可不想当暴君。只要现在能把镇北侯料理了，2年后的叛乱就不会发生了，朕也就不会变成岁岁讨厌的暴君。至于岁岁所说的10年后萧子渊的叛乱，可以暂时不管，因为朕还不知道萧子渊是谁。不过这个名字倒是有几分耳熟啊，但想不起来。看来把岁岁带到御书房的决定是对的，他果然是朕的小福星，是上天赐下的珍宝。上官凛看到上官穗的笑容，心都快化了。朕的小闺女真的是太可爱了。皇上，大皇子在殿外求见。让他进来。很快，一个身穿白袍的俊朗少年走进殿中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起身吧。咦，这就是我大皇兄吗？真是大风吹门框，帅得响当当，和大哥贴贴，这辈子最喜欢帅哥了。真的是无语死了，怎么所有人都能被夸3句，到我就只剩1句，心塞。什么声音？叫我大哥，声音还这么稚嫩？莫非？上官爵抬头，和书桌后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对视上了。这是五妹妹。上官爵抬眸，发现父皇脸上并没有什么表情，看起来他刚才并没有听到。难道只有我能听见？没想到我和五妹妹还挺有缘分的。可惜我大哥这么惊才绝艳的人，却不幸早逝。哎，谁早逝？我大儿子要死了。哎，我这个大哥什么都好，文章也好，字也好，却没想到最后再在一个女人身上，说起来真是孽缘。1年前，大哥在郊外被一个女子所救，那女子名叫萧韵。我大哥感激萧韵的救命之恩，就把萧韵带回府，好吃好喝的待着。却没想到，这个萧韵竟然一直在暗中偷偷给我大哥下毒，我大哥的身体这才越来越差。可怜我大哥哥临死之前都不知道，惨，真的太惨了。五妹妹怎么会知道萧韵的事？萧韵的存在我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，而且萧韵怎么会给他下毒呢？但确实是在萧韵住到府中后，我的身体才越来越不好的。父皇，儿臣突然想起府中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办，想先行回去一趟。快去吧，这件事情必须要查清楚，究竟是谁想要暗害他的大儿子？不过萧韵的背后会不会有别人指使？他还想再听一些，却发现耳边没了声音。上官凛转头，发现上官穗已经趴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不禁失笑出声。看起来真是困了。去陈妃宫里。百家碧华宫。不出一个炷香的时间，皇上亲自把五公主抱回碧华宫的事情，立刻在整个皇宫传遍了大皇子府。殿下，你回来啦！说着，他从身后的侍女手中接过药碗，递到上官爵面前。殿下，你今天早上走得太急，连药都忘喝了。这药我一定要喝吗？我从去年喝到现在，身体好像也没好多少。汤药当然是要喝久一点，才能看到效果。殿下比起之前，
气色确实好了很多啊。是吗？当然啊，这病秧子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居然开始质疑了，不喝药，还怎么送他上西天？殿下快喝吧，药凉了，药性就差了。上官爵抬眸看了他一眼，伸手接过药碗。知道了。说完就转身回了书房。萧韵看着上官爵的背影，唇角勾起。我就知道，上官爵最听他话了。这世上就没有男人能拒绝我的魅力。上官爵进入书房，把药碗放到桌上，拿出试毒银针放了进去。只是一瞬间的功夫，银针立刻变黑。药里面有毒，果然和五妹妹说的一样，萧韵一直在给他下毒。我是那么信任他，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他。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。碧华宫，岁岁，你醒了吗？上官穗点头。岁岁饿不饿？娘亲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鱼汤。上官穗点头。喜欢娘亲，好喜欢娘亲。陈妃温柔一笑，抱起上官穗，走到碧华宫的正殿里。啊，我爹怎么来了？怎么见到我很不高兴吗？哎，还是想和美丽娘亲一起吃饭，好吃。美丽娘亲做的饭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别的嫔妃都是让下人做好，再端到我爹面前，还说那是他们自己做的。我娘亲可不一样，她是真的会做饭，而且做的还这么好吃。我娘亲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陈妃被夸的耳尖都红了。岁岁也真是的，自己在岁岁看来居然那么好。皇上，柔妃娘娘说她身体不适，想请您去看看她。上官穗听见，嘴角撇了撇，表面上还在装着正常小孩的样子，内心却服了，身体不适就去找太医呀，来找我爹干嘛？我爹又不会看病，又是一些妖宠的小伎俩哦。我爹这个大猪蹄子肯定又上当了，啧。什么是大猪蹄子？哎，还别说，原本我还不觉得，经岁岁这么一说，柔妃病的确实还挺频繁的，而且基本上都是朕在别的嫔妃宫里的时候过来说她身体不适。以前我还会去看看，现在就告诉柔妃，让她自己去找个太医看病，朕没时间。哇哦，我爹居然真的拒绝柔妃了，大猪蹄子有长进吗？浅夸一下吧。什么叫浅夸？这不值得大大夸奖一下吗？罢了，岁岁愿意夸她已经很不错了。上官穗吃饱喝足，窝在陈妃怀里。我爹怎么还不走啊？不要耽误我和我娘亲睡觉啊！困了，好想和漂亮娘亲一起睡觉啊！干嘛这么嫌弃她？哎，这我也清楚，自从岁岁出生到现在，我都没怎么和岁岁相处，岁岁不和我亲厚也是正常。不过没关系，爹爹以后会好好补偿岁岁的。翌日，朕把岁岁带到御书房，就是想听听她的心声，看看身边还有哪些奸臣。不过没想到都已经日上三竿了，岁岁还没睡醒，幸亏没把她带到早朝，不然岁岁可能整个早朝都在睡觉。还是让她睡到自然醒吧。皇上，御膳房送来了碗鱼羹。知道了。上官岭刚把盛有鱼羹的瓷盖打开，就发现怀中的小人立刻睁开了眼睛。被香醒了，这个鱼羹炖的看起来好好吃哦。这个女儿似乎有点爱吃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起来吧，镇北侯贪污军饷的事情就交给你办了。儿臣遵命。芜湖，看起来我父皇已经开始行动了，镇北侯的诡计肯定不能得逞，他可以继续安心做一个混吃等死的小米虫了。安排完一切之后，听说你的汤药里面被人下毒了。父皇怎么知道？不是只有我才能听到五妹妹的心声吗？是许太医告诉朕的，他说你今天早上拿了碗汤药去找他，让他看看里面是什么毒。你可调查出来是谁在背后给你下毒？儿臣还没查出来。还能是谁？当然是贤妃了。这个萧韵就是贤妃的人，去年救了我大哥的事情都是他们故意设计的。不过贤妃和萧韵都是非常谨慎的人，估计你们是抓不到他们什么把柄的。上官林、上官爵居然会是贤妃？如果是贤妃在背后害人，那这件事情确实不太好办。朕不是暴君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贤妃抓起来。贤妃育有3皇子，母家镇北侯更是势力庞大。虽然现在准备收拾镇北侯，但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还是需要从长计议。父皇，儿臣有一个想法，我们不如来一招引蛇出洞，来引出那背后之人。大皇子府。什么？云行大师要回京了？对，云行大师是当世名医，如今终于要回京了，有他在，我的病想必很快就能好。怎么，月儿，你不为我开心吗？上官爵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的人，他确实喜欢过萧韵，但这点喜欢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全都荡然无存了。
当然开心了，云行大师能够回来真的是太好了。他表面维持着笑意，内心却不由烦躁起来。云行大师要回来，他会不会查出药里面被人下毒？他和贤妃的计划怎么办？上官爵看着萧韵脸上闪过的慌乱，唇角勾起。深夜，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大皇子府的后门偷溜了出去。不远处的黑暗里，唐行疑惑道：大皇子，我们就这么把萧韵放走了？万一他再也不回来了怎么办？不会，他已经在我身边埋藏了整整1年，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？他现在肯定是去找贤妃，和他商量对策。如果能把贤妃牵扯进来，这件事情就成功了。殿下真的是太聪明了。聪明的不是我，是五妹妹。这件事情如果不是五妹妹提醒，我恐怕到现在还被萧韵蒙在鼓里，死在她端来的那一碗碗毒药中。皇家亲缘淡薄，他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关系并不亲厚，也不怎么见面，但也是没想到，居然还有真心待他的。唐行，上次母后是不是送来了一盒东珠？是的，殿下，这东珠很是珍贵，连皇后娘娘也只有这么一盒呢。明天送到陈妃那里，说是给五公主的。啊，你有意见？属下不敢。但他还是很奇怪，自家殿下什么时候这么喜欢五公主了？也没见他们说过话啊。临清殿，贤妃听着侍女红玉的禀报，眉头越皱越深。云行大师不是一直在外云游吗？怎么会突然来京城？萧韵那边怎么说？大皇子现在怀疑他了吗？萧韵说大皇子现在钟情于他，对他百依百顺，没有丝毫怀疑。那就行。云行大师进京那日，派我们的人去把他截杀，大皇子的病绝对不能被治好，否则我的三皇子还怎么登基？娘娘说的是。皇上那边呢？今天晚上去谁那了？皇上今天哪都没去。这倒也是正常，皇上本来就不常来后宫。不过什么？有话就说。不过皇上今天晚上又去了陈妃宫里吃饭，已经连续3天了。而且即使是柔妃亲自去请皇上，皇上也不去他那，还是留在了陈妃宫里，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啊。陈妃平时不吭不响的，没想到却是个有心计的。娘娘，那我们要不要？红玉用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。贤妃轻笑，薄唇轻启。当然。翌日，上官穗缓缓撩起眼睑，发现自己又出现在御书房了。也不知道我爹老把我带来御书房干嘛，1次2次还能接受，这都第3次了。呜，想在漂亮娘亲怀里睡觉，也是搞不懂。我现在就是一个1岁小孩，喉咙还生着病，也说不出话。我爹非把我弄过来干嘛？穗穗饿不饿？吃点糕点吧。好吃好吃。御膳房送给我爹的糕点，比送到我娘宫里的要好吃1万倍。哼哼，如果有好吃糕点的话，那似乎来御书房也不错。上官凛继续批阅着奏折，当看到一个名字时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楼长卿酒楼杀人。楼长卿，那不是娘亲的弟弟，我的小舅舅吗？看来剧情还是按照原书发展了。阿巴阿巴，爹爹，小舅舅是冤枉的，他没有杀人，是镇北侯的儿子吕远杀的，是他故意栽赃陷害小舅舅的。那吕远和小舅舅一般岁数，一起从军，但是小舅舅战功赫赫，能力超出他一大截。吕远一直很嫉妒小舅舅，这才找机会陷害小舅舅。人是吕远杀的，但是京兆府害怕镇北侯的势力，就跟着吕远一起把这个罪名一起推到了小舅舅头上。在镇北侯的施压下，京兆府迅速结案，小舅舅被判了死刑。小舅舅死后，外祖父郁郁成疾，娘亲更是难过不能自已，不久就都去世了。陈妃会死？不行，不可以，这件事要好好查清楚。穗穗不用担心，父皇相信楼长卿，摆驾，朕要亲自去京兆府一趟。京兆府，楼长卿，你可认罪？我不认，我没有杀人。有人证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那邢少分明就是你杀的。是的，大人，当时我就在旁边，我都看见了，就是楼长卿把邢少杀掉的。这个孟田是吕远的人，还不是吕远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。身穿锦衣的吕远在旁边懒散地站着，嘴角扯出一个得意的笑。楼长卿，你武艺再高又怎么样？在我们吕家面前，你就是个蝼蚁。我想踩死就踩死。罪犯楼长卿拒不认罪，但证据确凿，那么本官宣判。你把我打死吧，就算把我打死我都不会认，我也不会服。吕远仗着父亲是镇北侯，就在京城里面横行霸道，每个月都会有百姓死在他手里，一桩桩，一件件。你这个京城的父母官管过吗？你有吗？哼，只要不牵涉到我的乌纱帽，我才不管呢。百姓爱死几个死几个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很不服吗？那又怎么样？你父亲不过就是一个户部侍郎，区区4品，我父亲可是镇北侯，正2品，而且还是皇上亲封的镇国大将军。
至于你姐姐陈妃，在后宫不过就只有一个小公主，我的姐姐可是有一个小皇子的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你和我同是校尉，我的校尉是一刀一剑在尸山血海里拼杀出来的，而你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吓得连刀都拿不稳。你这个校尉是你父亲镇北侯给你的，没有你父亲，你什么都不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来了！皇上怎么会来京兆尹府？平身。众人抬头，他们惊讶地发现，皇上居然不是一个人来的，他的怀里竟然还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。这是五公主。小舅舅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来救你了。我和父皇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。吼吼，小舅舅好帅，真不愧和我是一家人。什么鬼动静？那声音叫他小舅舅，莫非？楼长卿眉头微动，看起来似乎只有他能听见。你们继续判案，朕就是来随便听听，不用管朕。昨日戌时，在茶陵酒楼的一间包厢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，死者是一个教行少的书生，嫌犯楼长卿被当场抓获，酒楼小二孟田、校尉吕远都是人证。禀皇上，这便是本案的经过，已经没有任何疑点了。没有疑点？这件事情的疑点比你的头发都多。那邢少是我小舅舅的朋友，我小舅舅干嘛要杀他？杀人动机找到了吗？既然是包厢，孟田和吕远又怎么会是人证？他们是怎么进去的？看着我小舅舅杀人的吗？就你这个智商和能力，还当什么官呢？去喂鸡能把鸡养死，赶羊能把羊放跑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。上官凛闻言忍不住弯唇，差点笑出声。我的宝贝女儿啊，真的是太会骂人了，很有我的风范啊。这个府尹确实废物，属实是不能留了。皇上这是笑什么呀？这个案子很好笑吗？难不成是觉得我案子办得好？嘿嘿，说不定他就要升官了。楼长卿，你来说说吧。皇上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堂上，少年清亮的声音徐徐响起，讲述起真正的案情经过。昨天傍晚，我原本和邢少一起在茶陵酒楼的3号房间吃饭，结果吕远不知道从哪听来的消息，知道我在这，他和小二孟田一起推门进来。吕远当时喝得醉醺醺的，见到我就开始辱骂我。邢少听不下去，忍不住出言讥讽。吕远暴怒，一把拿起旁边的花瓶，直接砸到邢少的头上，活生生把他砸死了，出了人命。酒楼老板迅速报官，却没想到吕远和孟田串通好，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了我的头上。而当时房间里只有我们4个人，邢少被他们杀了，吕远和孟田串通，我就成了那个所谓的凶手。你胡说，这些都是你编的，你没有证据，把他控制住。一旁的侍卫反应极快，迅速把吕远摁倒在地，让他反抗不得。吕远真的好笨哦，这么激动，一下子就全都暴露了，也不知道镇北侯怎么会生出这么笨蛋的儿子。现在看来，事情的关键还是在孟田身上，要是他能说出真相，就能还小舅舅清白了。不愧是我的女儿，和我想的真是完全一样。孟田，你这个案子唯一的人证，你来说说，你当时都看到了什么？孟田闻言，立刻紧张到浑身颤抖，他现在还有些拿不准。皇上究竟是站在镇北侯那边，还是真的想要查明真相？如果我说出真相，镇北侯恐怕是不会放过我的。孟田，你要知道，欺君是要株连九族的。你且如实说，有朕在，看谁敢动你。邢少是吕远杀的，是吕远，也是吕远让我说谎，把一切都推到楼长卿身上，让楼长卿背上这个罪名，请皇上明鉴，都是吕远指使小人干的。你说谎，你陷害我。皇上，小人有证据。昨天晚上，吕远给了小人2锭金子，让小人给他好好办事，这金子还在小人身上揣着呢。如果不是吕远给的，小人从哪能弄来这么多金子？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还不快给楼长卿松绑，再把凶手吕远绑起来。爹爹英明神武，直接就审出真凶了，小舅舅也终于得救了，真好。这吕远还怪有钱的，随手就能赏人2锭金子，他到现在可还1锭金子都没有呢，不开心，非常不开心。上官凛闻言不禁失笑出声。朕等会要去国库里面也寻些好东西送给穗穗，苦了谁也不能苦了他的穗穗。同样听到心声的楼长卿却若有所思起来，等回家他要把他的私房钱拿出来，托人送到宫里，都给穗穗。都是微臣的错，是微臣识人不清，这才诬陷了吕远，冤枉了楼长卿，请皇上处罚。我呸！明明是你跟吕远2个人一起设计陷害的我小舅舅，现在说的你跟那个受害人一样，真是左脸皮撕下来贴在右脸皮上，一边厚脸皮，一边不要脸，讨厌，讨厌，太讨厌了。禀皇上，
事实并非像府尹大人所说的那样。好爷，小舅舅要说出真相喽！小舅舅好帅，好喜欢小舅舅。府尹并非毫不知情，这件事情是府尹和吕远一起设计的。刚才在大堂上，府尹不听我的辩驳，最后更是直接就定了我的罪，在场的差役们都能作证。是这样吗？差役们连忙下跪点头，其中一个差役大胆说道：禀皇上，是这样的，府尹大人说不用管楼长青，到时候直接定罪就好了，出了什么事，镇北侯会替他解决。朕倒是不知道，原来这京城已经是镇北侯做主了。此话一出，府尹和吕远立刻吓出一身冷汗出来。楼长青却在此时完全明白了皇上的意图。原来皇上已经不像原先那样信任镇北侯了。禀皇上，微臣要状告校尉吕远草菅人命，3年间他共杀害18名无辜百姓，每一桩血案微臣都有证据。而府尹张生明明对这些命案全都知情，却从来不管，任由吕远胡作非为。微臣多次上书状告，但从来都是石沉大海，毫无音信。可恨，实在是太可恨了！都怪我识人不清，太过信任镇北侯，没想到他已经狂妄到这个地步了。放肆！阿巴阿巴，爹爹不要生气，坏的是镇北侯，是他辜负了你的信任，你不要自己气自己呀。而且现在你发现了镇北侯的真面目，一切就都还来得及。就你这样的人，哪里配做京城百姓们的父母官？无能又愚蠢，骂你一句废物都觉得脏了这个词。传朕口谕，京兆府府尹张生，侍卫素参，贪赃枉法，判处斩立决，明日执行。是。侍卫们拱手，立刻把瘫软在地上的张生拖了下去。张生一边哭喊，一边求饶，但很快就没了声息。呜呼，这次真的好险，幸亏爹爹明察秋毫，断案如神，不然我小舅舅就真的要冤死了。这明明是一个无比清晰的案子，但是膨胀的权力可以让黑的变成白的，让无辜者变成杀人犯，然后冤枉致死。镇北侯的权力实在是太大的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罪犯吕远则打100大板，关入地牢，听候处置。镇北侯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，只能暂时留他一条性命。而且镇北侯贪污粮草的事情，虽然完全相信碎碎的话，但到现在也没找到什么明确性证据，说不定吕远会是一个突破口。看着瞬间清静的大堂，上官凛不由长舒一口气。这次真的全靠碎碎啊！如果不是他恐怕就真的冤枉了楼长青，还会造成许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后果。现在不仅处置了奸臣，还抓到了镇北侯的关键把柄。碎碎真的是他的小福星啊！事情能解决真好，要是爹爹能够重用小舅舅就好了，他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呀，是真正英武的少年将军，肯定能帮助爹爹开疆拓土。上官凛听到这里，耳朵也不由竖了起来。镇北侯虽然军事才能很强，但是现在权力过大，而且意图谋反，是不能再用了。镇北侯倒台，军中可就什么可用之人了。上官凛的目光不由落到楼长青身上。朕好像从来没有在早朝的时候看到过你，你现在是什么职位？禀皇上，微臣现在是一个9品的仁勇校尉，是没有资格上早朝面见陛下的。朕很看好你，做一个9品的小官实在是太屈才了。朕决定破格封你为正4品的云辉将军。臣谢主隆恩。好爷，小舅舅升职喽，娘亲和外祖父一定很开心。京兆尹府今天发生的事情，不出半日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。侯府，侯爷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元儿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啊？听说还打了100大板，皇上也太狠心了。侯爷，你快说句话呀，元儿这事可该怎么办呢？咱们可就这一个儿子啊，虽然是娇惯了些，但元儿还是一个好孩子啊。夫人，你不用担心，皇上只是罚元儿打了100大板，又没有像府尹张生那样直接砍头。想来皇上也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对元儿法外开恩了。元儿现在只是关在地牢里，过几天估计也就重新放出来了。那皇上今天为何会突然去京兆尹府，亲自去断这种小案子？他会不会发现了什么？不会，关于我们想要做的那件事，我策划的非常隐蔽，皇上不可能发现。皇上现在这样，估计是觉得前段时间我们过分张扬了，想要敲打我们。至于那个楼长青，就更不用担心了，估计就是给陈妃一个面子而已。听完镇北侯缜密的分析，镇北侯夫人也放下了心。等到2年后，这个天下就是他们的了。夜晚，碧华宫，上官穗费劲捧着一颗硕大的东珠。阿巴巴啊，好漂亮的珍珠，好喜欢呐！就没见过这么大、这么好看的东珠。感谢大皇子，他人真的太好了。夜晚，碧华宫。好漂亮的珍珠，好喜欢呀！
就没见过这么大、这么好看的公主。感谢大皇子，他人真的太好了。好啦，碎碎，娘亲帮你把珍珠收起来好不好？陈飞也是没想到大皇子居然会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，看到礼物的那一刻他都惊呆了。但是大皇子怎么会突然对碎碎这么好，也没见他们说过话呀。不嘛，我和珍珠天下第一好。小财迷。娘娘，天大的好消息！皇上他升了2公子的官，直接从9品升到了4品。什么？不仅如此呢，皇上还给老爷也升了官。原先老爷是4品的户部侍郎，现在已经是正3品的户部尚书了。爹爹还把外祖父也升职了，这件事情我也才知道哎。爹爹还蛮上道的嘛，夸夸他好啦。以前后宫总是有一些风言风语，嘲笑娘娘您出身低微，在朝中无人帮忙。我看现在还有谁敢说？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，皇上对咱们娄家现在很是器重呢。好了，这话在咱们宫里说说就好了，出去就不要说了。娘娘放心，奴婢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上官穗听着他俩说话，眼睛止不住的打颤，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，最后实在熬不住，直接歪头睡了过去。哎，对了，娘娘，刚才贤妃派人过来，说明天会在灵清殿准备一个宴会，问娘娘去不去？去吧，皇后和太后去灵山礼佛了。现在宫里面是贤妃掌管着6宫，要是不去，不知道以后会怎么针对咱们呢。娘娘说的极是，奴婢这就去为娘娘准备明天穿的衣服。大皇子府，上官爵走下马车，伸手揉了揉酸胀的额头。今天下午突然接到父皇的旨意，让他去牢中提审吕远，问出镇北侯粮草贪污的证据。审到现在，总算是逼问出了一些东西。上官爵回到主院，还是没忍住咳嗽了起来。殿下，你又忘喝药了？今天太累，不喝药了。我先回屋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说完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萧月留在原地，嘴角僵硬。杨子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应该啊，我明明都是按照剧情发展走的呀。给上官爵下药，明年这个时候上官爵就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，大家都只会以为他身体不好。2年后镇北侯会叛乱，虽然在书中这次叛乱失败了，但现在有我的帮助，镇北侯一定会成功。我可是知道剧情的人，而我也会在叛乱之后嫁给3皇子，成为大越国的皇后。反正上官爵现在中毒已深，也活不了多久，管他现在怎么想。翌日，上官穗缓缓撩起眼睑，发现自己居然还在碧华宫。爹爹今天没有把我带去御书房，好耶！今天可以一天都和娘亲贴贴啦。乍一看很美，2乍3乍4 5乍还是很美。和漂亮娘亲贴贴摸摸，还是和娘亲在一起好，实在是太养眼了。碎碎的嘴呀，真是太甜了。碎碎今天想不想和娘亲一起去赏花啊？赏花好呀，到时候肯定有很多漂亮姐姐，要去，娘亲我也要去。碎碎的喉咙怎么还是没好啊？等今天赏花回来，再去召许太医过来瞧瞧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御花园，宁嫔，你知道等会儿该怎么办吧？臣妾清楚。贤妃满意勾唇，接着就转身离开了。宁嫔看着贤妃的背影，伸手轻轻抚上自己的肚子。这一胎本来就保不住，还不如用来搏一搏，换来贤妃的庇护。陈妃妹妹可来了，姐姐等了好久了。贤妃走到陈妃身边，十分亲近地拉住她的手，姐姐妹妹喊得亲热至极。两人寒暄着，周围也逐渐聚集了不少嫔妃。这就是五公主吧？生得当真可爱。哎，五公主今年才3岁吧，已经是个小美人了呢。
上官穗窝在陈妃怀里，听着众人的夸奖，弯起眼睛笑了起来，颊边的小梨窝露出，可爱极了。五公主笑了，公主笑起来真好看。贤妃听着众人的夸赞，有些僵硬的勾起嘴角。现在整个皇宫，谁不知道五公主最得皇上宠爱？贤妃想起她的三皇子，不觉得心里有些酸酸的。皇上对三皇子的宠爱，连对五公主的一半都没有。五公主刚刚大病初愈，还是不要围着她了，对小公主的身体不好。众人闻言也只得散开，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赏花。岁岁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好不好？只要能和娘亲在一起，去哪里都好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，贤妃立刻朝宁嫔使了个眼色，宁嫔点头，立刻跟了上去。岁岁，小心一点，不要摔着。我的岁岁连走路都这么可爱。上官穗闻声回头，却正好看到陈妃身后突然窜出来一个粉色的身影。那人自己撞了下陈妃，然后又猛地摔在地上。上官穗看呆了，什么东西还能这样碰瓷？那粉色身影倒在地上后，立刻叫喊了起来：“啊，我的孩子！”他话音刚落，贤妃立刻带着一堆妃嫔从后面匆匆赶来。哎呀，宁嫔，你怎么了？快去传太医呀！宁嫔妹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臣妾也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陈妃娘娘，陈妃娘娘她居然推了臣妾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？服了，好差的演技！我娘亲这才刚刚得宠几天呀，居然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陷害她。皇上驾到！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皇上驾到！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这是怎么了？禀皇上，今天赏花，陈妃不知怎么了，竟然推了宁嫔一下。宁嫔这一胎，怕是保不住了。宁嫔也马上挤出眼泪，目光哀戚地看着上官凛，嘴唇颤抖，看上去楚楚可怜。上官凛刚有些动容，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稚嫩清脆的声音：“不是吧，这么 low 的宫斗剧情，我爹都能信。”“漏？什么漏了？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宁嫔扶起来，让太医来看看。”皇上怎么突然这么生气了？莫非是生陈妃的气？陈妃这次一定完了。还请皇上为宁嫔妹妹做主呀！宁嫔妹妹第一次有孕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臣妾赶到时，就只见宁嫔妹妹躺在地上，身边只有陈妃和小公主。你是说当时只有陈妃、宁嫔和小公主三人在？是的，皇上，真相实在是再清晰不过了。真相个鬼！真相就是宁嫔故意碰瓷，故意摔倒在我娘亲面前，想要陷害我娘亲。宁嫔这一胎本来就保不住，她就是想用这个机会害我娘亲。这个贤妃也跟宁嫔是一伙的，故意设计的这一出戏。贤妃见皇上没什么反应，立刻给太医使了眼色。王太医立刻拱手：“禀皇上，宁嫔娘娘这次流产是因为受了外力冲击，这才导致流产的。”你这个太医可真会胡说八道！宁嫔流产的原因分明是出门前刚喝的落胎药，你这都拔不出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这个太医是贤妃的人，一起做局来陷害我娘亲。怎么一个个都这么爱收买太医啊？丽妃收买张太医，贤妃收买王太医，合着人手一个太医呗。还以为我爹多英明神武呢，没想到也会被这种小伎俩蒙蔽双眼。混局，再也不是我的好爹爹了。王太医，你确定宁嫔是因为摔倒才流产的吗？微臣，你要知道欺君是要株连九族的。皇上恐怕是知道什么了，不然绝对不会这么问。要是还帮着贤妃，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。
请皇上恕罪，微臣并非有意欺瞒皇上。宁嫔她确实受到了外力冲击，但真正让宁嫔流产的是宁嫔半个时辰前喝下去的堕胎药。上官林眼睛微眯，果然和穗穗说的分毫不差。告诉朕，是谁让你说谎陷害陈妃的？是贤妃娘娘让微臣这么做的。宁嫔这一胎太过虚弱，是绝对保不住的。贤妃知道后就想了这个办法，是她吩咐微臣给宁嫔送去堕胎药，也是她吩咐微臣见到皇上时要隐瞒宁嫔流产的实情，把责任都推到陈妃娘娘身上。请皇上明鉴，这件事情与臣妾无关呢。臣妾伺候皇上10几年，皇上还不了解臣妾吗？臣妾怎么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？还没做过，你干的坏事还少吗？先是给大皇子下毒，在后宫也没放过我和我娘亲，真是太可恶了。说不定大皇子之后就是我呢。什么？贤妃还给大皇子下毒了？我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惊天秘密？一旁的上官凛则是直接气得脑袋疼。先是大皇子，接着是穗穗，贤妃这是准备把朕的孩子全都赶尽杀绝吗？这实在是太过分了！贤妃构陷嫔妃，剥夺协理6宫之权，幽禁临清殿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出宫1步。他立刻眼泪奔涌，开口想要说什么，却被上官凛厉声喝止：还不快把贤妃带走！料理了贤妃之后，上官凛又把目光落到床上正在瑟瑟发抖的宁嫔身上。宁嫔降为答应，幽禁宫中，不许再出来。我不该相信贤妃的，不该陷害陈妃的。哦吼，爹爹还算是明辨是非。欺负我娘亲的人都要受到惩罚，但是贤妃的这个惩罚也太轻了吧？要不是我爹爹明辨是非，还不知道事情会糟糕成什么样呢。陈妃一向温厚娴雅，朕特此协理6宫之权，在皇后回宫和太后从灵山回宫之前，6宫处事都交给陈妃打理。今天陈妃受屈，特赐黄金10000两，锦缎1000匹。听到黄金2个字，上官穗的眼睛咻的就亮了起来。喂，黄金好呀，金灿灿的，多好看！娘亲手里一直没什么钱，首饰也没多少，但从今以后可就富贵喽。爹爹人还是很不错的嘛。皇上走后，众妃嫔立刻朝陈妃行了一个大礼。恭喜陈妃姐姐，恭贺陈妃姐姐。众姐妹不用这么客气，大家同在后宫，自然是要互相帮衬的。只要事不着我，我也不是爱管闲事的人。娘亲真的是太厉害了，先给一颗糖，再给一个警告，恩威并施。娘亲好聪明，喜欢娘亲，么么。我的穗穗果然懂我。众妃嫔也连忙点头应声，他们当然也都听明白了。陈妃这是告诉他们，今天的事情她不再追究，但是今后也不想有人找事。如果有人惹到她头上，她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又随便说了会儿话，陈妃就带着上官穗回了碧华宫。娘娘，这次真的是吓坏我了。听说今天贤妃和宁嫔一起陷害您，幸亏皇上明察秋毫，这才没事。我这不是没事吗？以后还是让奴婢多陪在娘娘身边吧。对了，娘娘，今天二公子差人从宫外送来了一些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二公子说这钱是给穗穗公主的。给穗穗的？长青怎么会想着给穗穗银子？哦吼，小舅舅人也太好了，喜欢小舅舅，愿意给我钱的人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。既然是小舅舅给你的，那就交给你保管了。人间疾苦，有钱无阻，我爱钱，钱爱我，钱从四面八方来。小财迷。
娘娘，许太医来了，召她进来，不必拘礼，去给公主看看，为什么都过3、4天了，公主的喉咙还是没好。许太医点头，把手搭到上官穗的小手腕上，眉头紧锁。陈飞看出许太医的欲言又止，出声道：许太医如实说便是，莫非是穗穗的病？禀娘娘，根据脉象，小公主的风热感冒已然大好，体内也察觉不出什么毒素，请娘娘恕罪，微臣无能，实在不知五公主为何说不出话。许太医起身吧，本宫没有怪你的意思，你先退下吧。这个许太医医术也一般呀，不过我记得大越国有一个神医女子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也不为过，但我忘记她叫什么名字了。陈飞叹了口气，眉眼间带着忧愁。上官穗转头看到，立刻伸出小手拍了拍陈飞的脸颊。娘亲不要伤心，大越国人才济济，肯定有人能治好我的。娘亲放心好啦，一定没事的。陈飞点头，眼角微红的把上官穗搂在怀里。我的宝贝穗穗啊！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御书房，父皇，这些都是吕远交代的，镇北侯贪污粮草的罪证。只有这些吗？是，吕远交代的只有这些。镇北侯应该也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能力太差，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。但仅凭这些还定不了镇北侯的罪，毕竟镇北侯的军功实在是卓著。如果不是有他企图谋反的实证，群臣一定会有意见的。你说的有理。御书房一时安静了下来，上官爵也在拧眉思考对策。就在此时，上官礼的脑海中突然响起一道稚嫩的脆声：镇北侯想当皇帝想疯了，家里面龙袍都做了7、8件。上官礼唇角弯起，立刻抬头：朕拨给你几个暗卫，你去帮朕找样东西。父皇想找什么东西？龙袍。翌日，上官穗睡饱之后缓缓睁眼，发现自己已经在御书房了。我爹要把我带到御书房干嘛？想念娘亲，想念香香软软的漂亮娘亲。我不想在这里。在上官穗吐槽之际，一盘喷香的糕点被端到他面前。上官穗立刻闭嘴，拿起糕点就开始狂炫。好吃好吃好吃！上官礼无语，好迅速的变化啊！这朴实无华的帝王生活啊！不过好像也确实是这样。上官礼在前期一直都是明君来着，除了镇北侯企图谋反，其他地方一直都是比较安定的。如果没有2年后镇北侯的叛乱，大越国或许会这么一直安稳下去。冯太傅要辞官回乡，这冯太傅可以说是老臣了。朕的字就是冯太傅教的。冯太傅，爹爹不能让他走。穗穗也想看这个奏折吗？我不想看奏折，我不想让冯太傅走。穗穗不想让冯太傅走啊？我爹总算是明白了，差点就以为我爹变成笨蛋了。上官礼无语，以后再也不逗穗穗了。要是穗穗真以为朕是笨蛋就不好了。冯太傅不重要，他的孙女才重要。他的孙女冯爱慈可是真正的神医呀，能治百病。如果能见到他，我的喉咙一定能被他给治好。能治穗穗的喉咙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一定要召他进宫。但是冯太傅的孙女怎么会是神医呢？之前也没听说过呀。冯太傅的夫人出身医术世家，一身医术却只能困在闺阁之中。他把自己的毕生所学都交给了孙女冯爱慈。冯爱慈医术极好，一直在帮助闺中的女儿家们看病，心地善良又医术高超。
原书里面，男主萧子渊当时在外打仗，不幸被毒箭射中，命悬一线，是冯爱慈救了他。那时候冯爱慈已经成婚生子，当日正和她丈夫一起外出郊游，在野外遇见了萧子渊，冯爱慈出手相救，后来还被封为了一品夫人。看来这个冯爱慈确实医术不错，可以召进宫来，让她帮穗穗看病。穗穗知道的事情似乎都是从这个原书里面来的。穗穗是上天的赐福，是神女降世，所以这个原书其实就是天书。上官林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啊！爹爹，我想见冯太傅的孙女。上官林装着读唇语的样子。穗穗想见冯太傅的孙女。爹爹好聪明，竟然还会读唇语。陈公公，去冯太傅府上传朕口谕，召冯太傅的孙女明天进宫去见陈妃。奴才遵旨。穗穗是不是累了？爹爹带穗穗去御花园逛逛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出去走走。我在这里坐了快2个时辰了，坐的屁股都疼了。出去玩出去玩。上官穗迈着小短腿在御花园的鹅卵石路上摇摇晃晃地走着。都怪我爹，成天抱着我，不让我下地走路，导致我现在都3岁了，走路还这么不稳。你娘亲明明也成天抱着你，怎么不见你怪她呀？只怪朕一个人是吧？虽然是这样想，但上官脸还是亦步亦趋地跟在上官穗身后，生怕他摔倒了。突然一道凌厉的寒光乍现，一个侍女突然从袖中抽出一柄匕首，朝上官脸直直刺去。所有人顿时慌乱成一团。陈公公大声疾呼：“护驾，护驾！”上官脸立刻朝旁边闪躲开来。那侍女提步紧逼，就在此时，一个侍卫飞身上前，长剑翻转间，顷刻便将那侍女制住，摁倒在地。御林军也立刻赶来，将那个侍女刺客扣住。穗穗，你没事吧？刚才真的是太惊险了，幸亏爹爹没事。这个侍女胆子可真大哦，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敢刺杀皇上。你反应很快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禀皇上，臣名叫马景新。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呢？你武艺高强，在御林军里面巡视皇宫，有些委屈你了。不如……不可以，爹爹，这个马景新是镇北侯的人。怎么会是镇北侯的人？镇北侯可真是精明呀，他现在的势力还没到能造反的地步，就先安插人手到你身边。原书里面，镇北侯起兵时，这个马景新和镇北侯里应外合，出手刺杀了爹爹。爹爹被刺中一箭，虽然大难不死，身体却因此落下重病，脾气也越来越不好，最后直接变成了动不动就诛九族砍人的暴君。大越国也逐渐名声凋敝。上官岭闻言心中一颤，一股冷汗从脊背渗出。幸亏有穗穗提醒，不然真就把一头恶狼留在身边了。还好现在都来得及。爹爹，您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马景新留在身边啊！他可是会暗害你的，他是镇北侯的人。是为马景新救驾有功，朕特赐黄金100两，以示嘉奖。马景新震惊抬头，怎么会这样？皇上居然没有把我调到身边做接身侍卫，那今天安排的一切不就全都泡汤了吗？侯爷的计划怎么办？完了，可究竟是哪里出错了呢？我跟爹爹真是心有灵犀呀！太好了，镇北侯的计划泡汤喽，爹爹也不会再受伤了，大越国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上官岭抱着上官穗离开御花园，走的时候目光冰冷地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马景新。镇北侯不好直接处置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料理掉一个侍卫，还是轻轻松松的事。为什么打中我的，却突然感觉脊背一凉？
上官凛抱着上官穗刚回到御书房，后脚陈妃的人就到了。禀皇上，陈妃娘娘让奴婢接小公主回碧华宫，公主吃药膳的时间到了。哼，好耶好耶，娘亲来接我啦，好想娘亲哟。你跟着一起送公主回宫。陈公公点头，心里不由感叹：皇上是真心疼爱五公主啊，把公主看得跟眼珠子一样。跟着皇上这么久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么宠爱一个孩子。几人正穿过御花园，朝碧华宫走去。突然间，什么声音？好像是有人在吹箫，还挺好听的。公主想去看看是谁在吹箫。清平不愧是我娘亲最喜欢的侍女，真的很聪明嘞。能吹出这么好听箫声的人，一定长得也很好看。我可不能错过皇宫里任何一个好看的人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御花园的城湖边，我天，上一次见到这么帅的还是在上一次，长得这么帅就算了，箫吹得还这么好。什么声音？他转身发现身后出现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。帅哥你好呀。明明他的嘴没有张开，但为什么我能听到他的声音啊？真是好生奇怪啊！给三皇子请安，这位是五公主，但五公主近日喉咙不适，暂时说不出话。五公主，这位是三皇子，之前一直在蜀中游历，昨天晚上才回京。哇哈，原来你是我三哥呀！三哥你好。这个从来没见过的五妹妹，倒是还挺可爱的。所以我刚才听到的都是五妹妹的心声吗？看起来似乎只有我能听到，有意思。我三哥的箫吹的也太好了，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好听的箫声。上官怀听得心里美滋滋的，刚准备勾唇浅笑，却听到：只可惜2年后，唉。什么2年后？2年后怎么了？但听了半天都没有听到下文了。五妹妹等一下。他快步走近。五妹妹，这个云片糕送给你。谢谢你啦，三哥哥，你真的是人帅心善哦。只可惜2年后，唉，可惜我这么好的三哥哥被我爹砍了头。什么？我被砍头了？2年后，贤妃和镇北侯造反，我三哥根本没参与其中，到最后却一同被牵连。什么？母妃和外祖父居然造反了？上官怀感觉他受到了严重冲击，急需缓一缓。他一向知道母妃对他抱有期望，希望他去争取那个至尊之位，但是直接谋反，这实在是太过了呀。估计贤妃也是知道三哥不可能同意谋反，所以从头到尾就没想着告诉他，准备造反成功之后让我三哥直接登基。可惜我三哥对政治是真的没一点兴趣，他是真的没有野心。我三哥才情卓著，画画乐器都是极有天赋的，他也是真心喜爱这些。他所画的画，自己谱的曲子，无一不是传世佳作，真的是极有天赋。他是天生的才子，但是几乎没有人认同这一点。没想到，这世上最懂我的，居然是个3岁小孩。大臣们认为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皇子，母妃骂他没有出息，他们都不肯相信他是真的喜欢这些。谢谢你，五妹妹。知道原来这个世上还是有人能够理解他的，对于他来说这就足够了。三皇子为什么要谢五公主？谢他吃了他的糕点吗？五公主明明什么也没干啊。那我也谢谢三哥的糕点啦，拜拜喽。接着上官穗牵起清平的手，转身离开了。上官怀看着上官穗摇摇晃晃的走姿，不禁又笑了出来。殿下，贤妃娘娘知道您今天进宫了，唤您去一趟灵清殿。知道了。
个竹简直接朝他面门袭来，重重地砸到他的额头上。你这个不孝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让你去书院拜访夫子，结果你居然转头就去了蜀中游历，一去就是3个月，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母妃？母妃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学这些治国理政的东西，你为什么要逼我？你就是要学，不想学也要学。母妃，所有人都知道皇位会是大哥的，父皇一直以来主义的人都是大哥，所有皇子中最优秀最有才能的人也是大哥。你是皇子，你生在皇室，你就是要争，就是要抢，就是要杀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不允许你再读那些闲书，再去收集那些乐谱。母妃，我喜欢那些。你喜欢这些有什么用？这些能给你权力吗？能给你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吗？那我宁可不要那个位置。他废物，蠢货。他的目光也越来越冷清和疏离。怀儿，母妃就是太生气才会打你的，你要知道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呀。究竟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吕家，为了自己的权利？母妃你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是人，不是你们争权夺利的工具。说完，在跨出店门前的最后一瞬，上官怀脑中响起那道稚嫩的脆声。母妃，有些事情如果真的做了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上官怀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贤妃看着他的背影瘫倒地上，回头？已经回不了头了，我也不想回头了。权力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，我要得到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京城的大道上，一辆装饰精致的马车正平稳地行驶着。殿下，您快涂一下这个药膏吧，贤妃娘娘也太心狠了，居然下手这么重。很快，马车停稳，外边的小厮禀报：殿下，到府上了。上官怀刚走下马车，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碧色的身影。他是谁？萧韵看着眼前的长相清逸的上官怀，心脏忍不住砰砰乱跳。上官怀真的好帅呀，他好喜欢。上官爵虽然也帅，但因为中毒生病，看起来弱得要死，他可不喜欢。他还是更喜欢上官怀的颜。原书里面，上官怀会在今天从蜀中回京，因此他特意从大皇子府偷溜出来，就是为了和上官怀见一面，好让他对自己念念不忘。听说殿下喜欢音律，这是民女自己谱的曲子，还望殿下能喜欢。他从萧韵的手中抽走那张纸，打开看了起来。传书前我可是学过好几年乐器，默写出一张流行音乐的简谱还是简简单单的。这种旋律，上官怀这种古人肯定没见过，一定会对我很好奇的。我就知道，没有男人能逃出我的手掌心。上官怀看了几眼后，把宣纸还给了他。谢谢姑娘好意。他的反应怎么会这么冷淡？居然没问我的名字，也没邀请我进府喝茶聊天。他难道不好奇这个曲子吗？究竟是哪里不对啊？萧韵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，气得在原地直跺脚。上官怀回到主院，目睹全城的吉云，还是忍不住问了起来：殿下，您刚才为什么没接那送来的乐谱啊？您不是一向最喜欢音律的吗？那张谱子上尽是一横一竖的，弯弯曲曲，看起来着实奇怪。啊，原来是因为没看懂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次带回来的那些蜀锦在哪儿？啊，都放在库房了。殿下是准备现在给贤妃娘娘送过去吗？那些蜀锦是蜀地特有，做成衣服最是好看。不，全都送到碧华宫，说是给五公主的。殿下和五公主今天才第一次见吧？五公主甚至连句话都没说一句，殿下怎么会对五公主那么好？早该知道的，我永远都不可能让母妃满意。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勉强了，不如对真正理解我的人好一点。碧华宫，陈妃看着桌子上摆着的一匹匹精致蜀锦，秀眉皱起。三皇子怎么会差人送来这么多贵重的蜀锦？奴婢也不知道。今天接公主回来时，在御花园碰见了三皇子，三皇子给了五公主云片糕，还跟公主说了谢谢。三皇子给了岁岁云片糕，
三皇子说谢谢干嘛？先是大皇子，再是成亲，现在又来了三皇子，怎么一个个都来送礼给穗穗？穗穗究竟在外面做了什么？但穗穗现在连话都说不了，能干什么呢？陈飞转头看向上官穗，发现他正喝着牛乳茶，眼睛半眯着，一脸满足，像是醉奶了一样。这怎么看也不像是能干出什么大事的人啊。或许是我想多了，兴许只是大皇子他们看穗穗可爱吧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吩咐支公局用这些蜀锦给穗穗做4件新衣。清平点头，拿着布料便出去了。穗穗这是喝酒了？不是，她是喝奶喝多了。不愧是朕的好女儿，做事风格总是这么出人意料。朕来是想亲自告诉你，明天冯太傅的女儿冯爱姿会进宫，听说她医术高超，想让她来给穗穗看看喉咙。翌日，上官穗一觉睡到自然醒。哦呼，没想到我爹还挺人性化的，知道我今天要看病，就没把我带去御书房。不过我倒是有点想念御书房的糕点了。冯爱慈什么时候来啊？都把我等困了。你不是刚睡醒吗？禀娘娘，冯小姐到了。我垂死病中惊坐起，一把拆掉呼吸机。还有什么灵丹妙药，能比姐姐的美貌更能妙手回春呢？姐姐好美，我好爱。穗穗这张嘴呀，可真是伶俐。臣女拜见陈妃娘娘，拜见五公主。不用多礼，坐在本宫身边吧。姐姐好漂亮，好喜欢。小公主真是可爱。嘿嘿嘿，漂亮姐姐夸我喽。臣女不知，陈妃娘娘召臣女进宫是有什么事吗？听说你颇通医术，想让你给公主看一下身体。黄爱慈眉头微动，表情有些惊讶。她会医术的事，按理说不会有什么人知道啊。她只是给几个闺中姐妹看过病，怎么会传到宫里？臣女遵命。说完，她便伸出手，开始给上官穗搭脉。公主怎么样？为什么现在都说不出话来？娘娘放心，公主并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身体余毒未清，加上火气攻心，这才导致暂时说不出话来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放心了。只要臣女为公主施一次针，再开几副药，公主很快便能痊愈。只不过臣女此次前来并没有带药箱。清平，去太医院取一副银针过来。冯小姐还需要别的吗？再给臣女一些纸币即可。这便是臣女开的药方，1天2次，喝上3天就好。哇，冯姐姐的字也太好了吧，人也好厉害。冯小姐真是写的一手好字。娘娘谬赞了。就在此时，清平也从太医院回来了。臣女要在公主的后颈部施针。要扎针了，最讨厌扎针了，希望所有的针头能从世界上消失，我和针头不共戴天。我好可怜啊。穗穗，已经扎完针了。怎么这么快？这道稚嫩的脆声在大殿中响起，所有人都是一惊。我这是能说话了。好耶好耶。穗穗，你能说话了。娘亲，我终于可以说话，可以出声啦。谢谢你，冯姐姐，你真是人美心善，医术高超啊。这次真是谢过冯小姐了。能帮到公主，已是臣女最大的福分了。娘娘不用这么客气。你不知道，本宫因为公主喉咙的事情忧心了多久，你这是帮了本宫大忙啊。这个算本宫的谢礼。不，娘娘，这个实在是太贵重了。冯姐姐，你快拿着吧，不然我娘就要生气了。那真是谢过娘娘了。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才对。冯姐姐，你今天中午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？那臣女便叨扰了。冯姐姐，你的医术这么好，
有想过开堂坐诊，治病救人吗？岁岁可真会开玩笑，哪有女子开堂坐诊当大夫的？吃完饭，陈飞又赏了点东西，冯爱慈便离开了。真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冯姐姐明明有着一身绝顶的医术，却只能困在闺阁之中。娘亲，大越朝有女子不能经商的规定吗？大越朝并没有明令禁止女子经商，但大多数女子也并不会选择抛头露面，而且士农工商，商排在最末端，被认为是下等。冯家是清流的读书人家，是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外出行医的，这不合礼数，实在是太丢人了。有什么好丢人的呀？帮助别人哪里丢人了？行医治病哪里丢人了？这些都是狗屁礼教，这些礼教说来说去，最后困住的只有女人，烦死了。这些事情还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也不会被理解，只能自己吐槽。陈飞无语，其实他已经全都听见了。不过岁岁说的确实也有几分道理。上官岁转了转眼珠，趴在陈飞耳边低声耳语了起来。这可以吗？咱们试试呗。娘亲，你就答应我吧，娘亲你最好啦。好吧，娘亲答应你，我们明天试试。很快，上官林也得到上官岁能开口讲话的好消息了。他立刻放下所有公务，直奔碧华宫。听说岁岁能说话了，快叫声爹爹来听听。虽然你真的是我爹，但这句话真的很欠揍。爹爹，嘿嘿嘿，这声爹爹可真是太好听了。看来那冯爱慈的医术确实不错，竟然真能把朕的宝贝岁岁的喉咙治好，这可是大功啊！陈公公，传朕口谕，赏冯尚书之女冯爱慈黄金1000两，以示嘉奖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臣妾想请皇上再加一道口谕，明日召冯爱慈和冯夫人一同进宫。召见冯夫人干嘛？难道岁岁的病还没好吗？只是想一起说说话罢了。嘿嘿，这可是我和娘亲之间的小秘密，才不会告诉你呢。原本已经相信的上官岭无语，酸了，女儿和陈飞居然已经有小秘密了。不过上官岭很快反应过来，有小秘密又怎么样？他可是能听到岁岁心声的，岁岁心里在想什么他都知道。没听到陈飞刚才说的吗？还不快去办！奴才这就去。上官岭今天心情极好，一整个下午都在碧华宫陪上官岁玩，晚饭也是在碧华宫用的。皇上，贤妃娘娘送来了一封书信。什么书信？不过就是装可怜，好让我爹心软。男人最吃这一套了，我爹一看肯定就受不了了，会直接原谅贤妃那个坏女人。唉，我那可怜的被下毒的大皇兄呀，唉，我那险些被陷害的娘亲呀。朕没忘，朕没忘，拿走，朕不看。果然，我爹知道他一看就会心软，干脆就直接不看。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上官岭无语，朕不是，朕没有啊，朕才不是什么那个大猪蹄子呢。你去告诉贤妃，让她好好禁闭思过，不要再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哟哦，我爹爹还是蛮清醒的嘛。不过这估计是因为贤妃长得不好看，要是换个漂亮的嫔妃，我爹肯定不会这样。哼，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什么大猪蹄子？怎么又是大猪蹄子？以后全皇宫都不准吃猪蹄。林清殿，皇上看书信了吗？他怎么说？有没有说放本宫出去？皇上并没有看书信，还说了什么？还说让娘娘好好思过，不要再弄这些事情了。皇上居然如此不念旧情。娘娘，刚才萧韵传来消息，说明天晚上云行大师的车马便抵京了。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大人，让他准备好，明天晚上必须把云行大师杀死在城外。
是娘娘放心，大皇子身中剧毒，又没了云行大师看病，肯定活不了多久。等大皇子死了，我的怀儿就是长子，我要让吕家成为大越朝最有权势的家族。夜日，一辆精致的马车在皇宫门口停下，冯爱慈扶着冯夫人一起走下马车。冯夫人看着眼前偌大威严的皇宫，慈儿，你可知陈妃娘娘召见我们所谓何事啊？女儿不知，莫非公主又生病了？她是让母亲来干什么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臣妇拜见陈妃娘娘，拜见五公主。臣女拜见陈妃娘娘，拜见五公主。年礼平身，不用这么客气，快坐吧。冯夫人，这次真是多亏了冯小姐，岁岁才能这么快说话，本宫真的感激不尽。娘娘客气了。冯姐姐真的很厉害，比太医院的太医们还要厉害。公主谬赞了，小女只是对医术也只是略知一二罢了，哪里能和太医院的太医们比较呢？怎么不能比较？我之前喉咙说不出话，太医院的院判许太医怎么也找不到原因，最后还是冯姐姐帮忙，我才能说出话，这难道还不厉害吗？而且冯姐姐稍微一诊脉，就发现我的病因在哪里，只是施了一次针，我的病就好了，说是神医也不为过吧。冯夫人，冯姐姐的医术这么厉害，要是能开个医馆，岂不是能救更多的人？公主真会开玩笑，哪有女子看医馆的？这传出去多丢人呐！早就料到了，母亲是不会同意的。我觉得冯夫人说的不对，帮助别人治病救人，怎么不算是功德一件呢？冯姐姐医术这么高明，说不定就是菩萨转世，是来人间救苦救难的。冯夫人阻冯姐姐治病救人，岂不就是违背天意？我怎么就违背天意了？没想到岁岁年龄小，说起话来倒是一套一套的。本宫也知道冯夫人的为难之处，大越国鲜少有女子开店经商，冯家又是清流的读书人，不过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两全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嘿嘿，冯夫人的态度也松动了，这件事情肯定能成。只要不让人知道是冯家的女儿不就好了？冯小姐开设医馆，可以戴着面纱行医，身边的仆从侍女都换成生面孔，让人无从辨识。医馆的布置也可以特殊一些，病人和大夫可以隔着挡板，像当铺那样，能让冯小姐把脉和观察病人即可，这样也能保证冯小姐的安全。这样听起来确实再无不妥。但是上官穗看出了冯夫人的心动和犹疑，他立刻朝冯爱慈眨了眨眼。冯姐姐，该你啦。母亲，从小到大，女儿听话懂事，从来没有求过母亲什么。这一次，就让女儿任性一回吧。祖母困于内宅，一身医术无处可施，终日谈起抑郁。母亲难道也想让女儿跟祖母一样吗？学医最大的心愿便是救死扶伤，除此之外别无所求。好，母亲答应你，母亲答应你。嘿嘿，成功了。冯府。什么？开设医馆？这怎么能行啊？我不同意。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？不是啊，夫人，你听我说，大越朝很少有女子开店的呀，何况我们还是读书人家。所以我们让慈儿戴着面纱坐诊呢，别人认不出来不就好了？即使真的有人认出来又怎么样啊？我们矢口否认，看谁有证据。可是我就知道你根本就不疼慈儿。我怎么会不心疼慈儿呢？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又乖巧懂事，从小都是捧在手心里的。那你怎么不满足慈儿的心愿？慈儿从小乖巧，问你要过什么没有？她现在就这么一个愿望，只是想治病救人，你都推三阻四不愿意。
哎呀，我可怜的慈儿，怎么有一个这么狠心的父亲呢？我的宝贝女儿，我可怜的女儿。好了，夫人，你也不要再哭了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真的，真的。一直在门外偷听的冯爱慈闻言，也忍不住推门闯了进来，朝着两人扶了扶身，语气里满是激动和欣喜。谢谢父亲，谢谢娘亲。可是第一次见到女儿这么开心呢。罢了罢了，只要女儿夫人开心就好，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。要是真因为这个影响到慈儿的婚事，也不怕，大不了我就养她一辈子。京城一处客栈，等三皇子爱上我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不过，现在要怎么样才能让三皇子注意到我，对我死心塌地呢？就在此时，旁边的谈话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就在刚刚，城门外发生了一起劫杀案，一群土匪想要劫杀大皇子的马车。天哪，这可是城门口，这群土匪胆子也太大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不过幸亏城防营的军队及时赶到，这群土匪才没有成功，已经全部都被抓了。杀云行大师的计划居然失败了，这些城防营的军队肯定早就在城外候着了。难怪上官爵那个病秧子最近总是早出晚归，连个人影都看不到，原来是早就起疑了。幸亏我今天出来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回大皇子府了，要想办法另谋生路了。镇北侯府，侯爷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咱们派出去的那些人全都被抓住了，一个都没回来。最差的结果就是那些人供出了我，说我企图谋害云行大师。但这也没关系，我大可以说这是因为我和云行大师有私仇，想报仇而已。我们给大皇子暗中下毒的事情根本没几个人知道，肯定不会有事。大皇子，您这是何意啊？镇北侯谋害本宫，又派人暗杀云行大师，人证物证确凿，奉父皇的命令抄家监牢。镇北侯，你可认罪？龙王败寇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我想知道，我究竟是哪里露出了破绽？无论是给你下毒，还是偷做龙袍，我都计划得非常隐蔽，就连我夫人都不知道龙袍的事情，你们是怎么知道的？罢了，你不愿意说就算了，反正黄泉路上还有你陪伴。我知道你为什么要亲自提审，你不就是想知道解药在哪里吗？我要你必死无疑，所以这个毒药压根儿就没有解药。我最怕的就是有人被抓，受不住酷刑交出解药。所以从一开始，我找的就是没有解药的慢性毒药。这样的毒药，你已经喝了1年了。我会死了，带走你也不亏。殿下，不好了，萧韵她逃走了。萧韵她逃走了？最近萧韵总是偷溜出府，殿下您说她可能是去给贤妃送消息，让我们不用管。她每次出去都会在太阳落山之前回来，可现在已经夜深了，她居然还没有回来。她不会再回来了，派人去找，找到了就直接杀了，不用回来禀报。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命吧。不过能为父皇除掉镇北侯这个心腹大患，也就没什么遗憾了。上官爵走到桌边，提笔落纸，开始写遗书。对不起父皇母后，儿臣不能尽孝。就在此时，门外又一次传来唐行的声音：殿下，皇上和五公主来了，还带了一个姑娘。大姑姑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我大哥是不是哭了？眼睛红红的。哦，难怪大哥刚才过了那么久才来开门。
原来是正躲在书房阴暗角落里偷偷哭泣呀。没想到我大哥堂堂7尺男儿居然这么敏感哦。幸亏你没直接说出来。不过怎么感觉父皇看我的眼神突然变得奇怪了很多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不知父皇深夜前来，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嘱托二臣吗？镇北侯的事情你办得很好，这次来是有别的事情。大哥，我们是来给你治病的。给我治病？可是我身上中的毒不是无解吗？这位是冯姐姐，是位神医哦，我的喉咙就是她治好的。大哥，赶紧让冯姐姐给你看看吧。那就麻烦冯姑娘了。殿下客气了。怎么样，冯姐姐，我大哥伤得严重吗？是有些严重，大皇子身上的毒已经深入骨髓。不要，我的大哥。不过倒也不是完全无法，只是花费的时间比较久，可能要医治半年才能完全康复。同时，殿下还需要每天药浴1个时辰，这个能接受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三人顿时松了口气。Yes， 我就知道冯姐姐有办法的，冯姐姐就是最棒呀。碧华宫，本宫都听说了，你开的医馆每天排队的人都快从城南排到城北了，好名声也在整个京城传遍了。现在人人都知道城南来了一位女菩萨，这还要感谢娘娘跟五公主，臣女的心愿才能实现。本宫和岁岁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还是因为你的医术够好。而且本宫还听说，现在京城里面许多女子也都自己开起店铺，学着经商，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啊。大家只是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已。女子经商的风险实在太大，如今发现有人做得有声有色，自然也有胆子尝试了。公主，这条路会离御书房更近吗？突然，他听到前方柳树后面传来一道很凶的声音：“把他给我摁住！我今天非要打死他！”公主，他俩应该是瑞王的儿子。这个旁边就是上书房，上书房只有皇室子弟才能去，但他们2个人都不是皇子。如今在上书房读书，又这么小的孩子，只有瑞王的2个儿子。瑞王虽然是异姓王，但是很受皇上的信任，所以他的儿子也可以和皇子们一起学习。瑞王的儿子，那岂不就是男主了？他是看过原书的，他知道萧子渊这个人报复心有多强，他的智谋和隐忍的耐性也足够让他完成复仇。想到这里，上官穗摇了摇头：“不行，不可以，不能让萧子渊黑化。现在的剧情发展虽然和原书不一样了，大越国不会像原书里面那样名声凋敝，给萧子渊造反的机会。但是萧子渊这个人实在是太不可控了，谁知道他会发疯干出什么？这个小崽子，明明饭都吃不饱，背书居然还那么快。太傅成天夸他，有什么好夸的？我今天就要把他打到再也背不了书。”住手！我看谁敢在本公主面前打人！哪来的小屁孩一干公母的事？我可是瑞王的儿子。不对，这小孩刚才说自己是谁来着？这是五公主。给五公主请安，给五公主请安。他听他娘亲说过，现在整个皇宫就属五公主最受宠，这可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呀。本公主不想看见你，还不快滚！原书里面，萧峰仗着自己娘亲柳姨娘得宠，没少欺负萧子渊。在上书房上学的时候，他经常把萧子渊饭菜打翻，导致萧子渊只能饿着肚子上课，从小就是个坏小孩。给五公主请安。我丢，这就是男主吗？好帅呀！小时候就长这么好看。唉，等他长大得多祸国殃民呀！你好，我叫上官穗。我叫萧子渊。刚才那个人是你哥哥吗？他不是我哥哥，他叫萧峰，我早晚要杀了他。你很讨厌萧峰吗？萧子渊不明所以，他问这个干嘛？没等萧子渊回答，上官穗就转身看向身后跟上来的20个太监。记得刚才那个小胖孩的样子吗？今天放学把他给我拦下来，
直接套上麻袋丢到旁边的草丛，把他给我狠狠打一顿。奴才遵命。放心吧，以后我罩着你。上官穗看着萧子渊眼中的戾气渐渐消散，不禁长舒了一口气。嘿嘿，看样子萧子渊的黑化进程已经被延缓了一些，但是这可不够啊！真正使萧子渊人生发生巨变的是在今年，萧子渊的母亲宋氏因病去世了。只有让宋氏活下来，才能真正阻止萧子渊的黑化。清平，你在这里等我一会儿。上官穗走得太急，一时没看路，踩上一块凸起的鹅卵石，差点就要摔倒。萧子渊眼疾手快，立刻伸手扶住上官穗。在握着上官穗小手的那一刻，萧子渊发现他的耳边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吵了。差点摔死我，好险呀！这个臭鹅卵石。萧子渊看上官穗站稳之后，就松开了他的小手，但他发现他耳边的声音并没有因此消失，反而更热闹了。萧子渊的手好大呀，他真的才7岁吗？不过这次还真是多亏他了，不然我就要摔成狗吃屎了。萧子渊无语，他现在已经完全确定了，他听到的就是上官穗的心声。我等会儿要怎么开口才能让萧子渊相信我呢？总不能直接跟萧子渊说你娘亲今年要死了吧？娘亲今年要死了？不过他娘亲的死也并不是意外，而是被人下毒。下毒？下毒的人是瑞王的宠妾，萧峰的生母柳姨娘。柳姨娘买通了宋氏身边的一个丫鬟，叫桃红。柳姨娘让桃红偷偷在宋氏的药里面下毒，这才导致宋氏常年生病，一直不好。桃红陪伴在娘亲身边多年，一向恭顺忠心，真没想到她居然会背叛娘亲，选择投靠柳姨娘给娘亲下毒。要是柳姨娘真的得逞，我以后就没有娘亲了。不能表现出我能听见上官穗的心声，这会吓到她的，恐怕她以后什么都不敢想了。你想说什么便说什么吧，我已经7岁了。你小子这么直接，那我也不客气了。有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你们府上的柳姨娘买通了你娘亲身边的侍女桃红，让她偷偷在你娘亲的药里面下毒。你说的这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吧？他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上官穗看到他平静的反应，眼睛不禁睁大。我丢，他为什么这么镇定？他不会早就知道了吧？难道他真是天才？还不是多亏了你的心声。除了这件事，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的吗？其实真还有，但是我不想说了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什么事情我还会承受不了？这里好安静呀，还怪舒服嘞。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？要不就喝鲜笋炖鱼汤吧。他觉得他还是先回府吧，把桃红下毒的事情告诉娘亲才是当务之急。至于别的事情，上官穗以后也会告诉他的。萧子渊离开后，上官穗猛然回神，我是不是还要给弟弟送药膏来着？对不起了弟弟，药膏我送人了，你要是真受伤就自己去找太医吧。清平见萧子渊走了，连忙跑到上官穗身边。公主，你可吓坏我了。我不就和萧子渊说了几句话吗？怎么就吓坏你了？那个萧子渊是瑞王的嫡子，但却是出了名的不听话，奴婢只是害怕萧子渊伤害您。上官穗抿了抿唇，萧子渊顶嘴不听话，那是因为瑞王实在太过偏心，不仅宠妾灭妻，连带着也更宠爱萧峰。上官穗觉得他要去找他爹爹一趟，萧子渊的事他帮定了。此时御书房，上官岭看着殿中的楼长青，声音威严沉稳。朕看过你的奏报，还有战场局势分析，你很有天赋。如今镇北侯谋反，朝中暂无可用之人，袁国却在此时叛乱，已经连续攻下我大越国边境2座城池。朕决定任命你为抚远大将军，前去平叛。微臣领命，定不负皇上所托。很好，
下去吧。楼长青颔首，转身退出御书房，但没想到他刚出大门，就恰好碰到正蹦蹦跳跳走来的上官穗。小舅舅，啊，没想到在这里竟然能碰到小舅舅哎，好久不见呀，小舅舅。确实好久不见了，上次见面穗穗还只会啊吧吧，现在居然都会说话了。什么话嘛，我早就会说话了，上次是因为我生病了，这才说不出话。好，我们穗穗最聪明，学说话肯定很快。那舅舅把这个送给穗穗好不好？是玉佩啊，小钱钱，好啊，小钱钱。楼长青弯唇，他猜的没错，穗穗果然很喜欢。她这个外甥女是个妥妥的小财迷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舅舅，你今天来御书房找我爹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对啊，皇上任命我为抚远大将军，去征讨元国，马上就要出征了。那舅舅要小心哦，穗穗等你回来。舅舅回京的时候也会给穗穗带礼物的。楼长青离开后，上官穗晃晃悠悠地走进御书房。好几天没来御书房了，我还是那么想偷这里的大金砖。上官岭无语，不用抬头都知道是他的小女儿来了。穗穗是不是想父皇了？想，可想了。其实一点儿也不想。爹爹，我刚才碰到萧子渊了，他好可怜呀，爹爹，瑞王对他很不好，我想帮帮他。你要是不管，你就等着萧子渊黑化长大，砍你人头夺你皇位。萧子渊，朕想起来了，这个就是之前穗穗说过的那个会在10几年后谋反的人。没想到他现在居然才这么小，要是我现在把他……我爹不会准备把萧子渊现在杀掉吧？不会吧，那他属实是想多了。如果萧子渊死了，这个故事估计就崩坏了，谁也料不到后面会发生什么。而且萧子渊也没做错什么呀，他自己明明也是受害者。萧子渊就是因为受到的虐待太多，才开始黑化的。事情的根源就是这个瑞王这个偏心眼的爹，宠妾孽妻，纵容柳姨娘和萧峰。穗穗觉得我们能怎么帮助萧子渊呢？把瑞王叫进宫，我们敲打他一下，吓唬他，看看他什么反应，我们再往后做别的行动。毕竟也不能直接把瑞王杀了呀。萧子渊的娘亲宋氏可是很喜欢瑞王的，宋氏现在还生着重病呢。上官穗在御书房玩到晚上才回碧华宫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娘亲似乎生气了。上官穗，你今天是不是干什么事情了？完蛋，娘亲叫我全名了，我再也不是她的宝贝穗穗了。娘亲，是那个萧峰先欺负萧子渊的，我看不下去，才想找人简单收拾一下他。你让20个太监去打他，你管这叫简单收拾？那些太监不会没打吧？当然打了，还被我看见了。打了就行，我下次得再多叫点人，万一下次萧峰也带人怎么办？我可不能吃亏啊。陈妃刚想开口再好好教育一下女儿，却没想到上官穗先他一步出声。娘亲，我也不是故意打萧峰的，实在是他太过分了。今天我路过御花园的时候，刚好看到萧峰正拿着大木棍打萧子渊，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萧峰经常仗着体型高大欺负萧子渊，萧子渊身上很多伤的，他还会故意打翻萧子渊的饭盒，害萧子渊只能饿着肚子上课，饿整整1天呢。娘亲，你不觉得萧峰很坏吗？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，让他不敢再欺负萧子渊。没想到他的穗穗还挺有正义感的，但还是忍不住叮嘱一句：萧峰到底是瑞王的儿子，你下手不能太重。娘亲你放心，我会留他一条小命的。这是什么活阎王啊！罢了，穗穗一向是个有主意的，做事情也知道分寸。
也不必再管了。真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会为他兜底的。走吧，咱们去吃饭。好耶，最喜欢和娘亲一起吃饭了。娘亲不生气了，娘亲不发脾气，就是万事大吉。吃完饭后，上官穗窝在贵妃榻上犯迷糊，陈妃在书桌后查看后宫账本。娘娘，这是内务府新送来的2个侍女，一个叫翠竹，一个叫紫玉。知道了，先收下吧。这个紫玉是贤妃的人。没想到这个贤妃还是这么死性不改，居然还想着偷摸暗害娘亲。原书里面，贤妃是把这个紫玉安插到柔妃宫里，用来陷害柔妃的。没想到这一招现在居然用在了娘亲身上了。如果不是穗穗提醒，他可能真的不会注意到，说不定就真的这么悄无声息的被贤妃暗害了。2个人都留下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看好那个紫玉，仔细盯紧她的一举一动。我就知道我娘亲是最聪明的，肯定能发现不对劲。瑞王府，哎呦，我的儿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今天还没出宫门，突然被人套上麻袋，被人到草丛狠狠打了一顿。哎呦，儿子，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娘亲，我不知道。哎呦，乖孩子，告诉娘亲，你今天在宫里都碰到谁了？我今天遇到五公主了。除了五公主，还有别人吗？没有了，只有五公主。你今天遇到五公主的时候在干嘛？我当时正拿着木棍打萧子渊呢。你呀，以后不要再明着欺负萧子渊了，免得落人画饼。娘，画饼是什么饼？能吃吗？娘亲，我想吃画饼。六姨娘无语。风儿是笨了点，但是没关系，说不定长着长着就变聪明了。现在风儿只是有点贪玩罢了。娘，我今天还听见又有人在背后说我是庶子，萧子渊是嫡子。我不想做庶子，娘亲，我不想做庶子。哎呦，好，不做庶子，不做庶子。风儿，你放心，娘亲会让你成为嫡子的。此时，瑞王府的另一个院中，王妃，药熬好了。萧子渊看着那碗中药，眼神瞬间一寒。唐红注意到他的视线，端着中药的手控制不住的颤动起来。少爷为什么要用这个眼神看我？我不是他发现了什么？不会吧，我隐藏得很好啊。王妃，该吃药了。唐红端起碗，正准备和往常一样喂药。等等，我想自己给娘亲喂药。宋氏没有拒绝，毕竟这是自己儿子的一番孝心。萧子渊看向陶红，脸上没有情绪，看不出喜怒。你先下去吧。怎么了？把药端过来吧。娘亲，这药不能再喝了，里面有毒。宋氏身形一震，你说什么？我那日才看见陶红偷偷的在娘亲的套药里面放了东西，还和柳姨娘的人走得很近。不可能，陶红入府时就跟着我的，怎么可能会背叛我呢？那娘亲是不信我吗？你先起来，地上凉。不，娘亲不信我，我就不起来。而且娘亲都没觉得奇怪吗？娘亲喝了这么久的药，不仅没有一点好转，而且病情还越来越加重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娘亲还可以抱着我玩一玩，现在却只能躺在床上。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你先起来，娘亲相信你。至于陶红，陶红陪伴我这么久，我也不能立刻把她发卖了。这药我是不会再喝了。娘亲，要不我们再从外面找一个大夫来看看吧？也好，你明日去趟上书房，拿上瑞王府的玉牌，再去请一个太医来吧。是，娘亲。两人又交谈了几句，萧子渊便回房了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皇上最近忙着边境军务的事情，就没和前段时间一样，每天都把穗穗接到御书房，所以现在穗穗每天都在外面疯玩。
小孩子玩些也没什么，但岁岁已经3岁多了，是不是可以开蒙读书了？改天跟皇上说一下，把岁岁送到上书房上学吧。上官穗走到昨天那个湖边，发现萧子渊已经在这里等他了。哟呼，萧子渊，你这小子还怪积极的，比我到的都早。给公主请安。不用搞这些虚礼，你叫我穗穗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穗穗公主。你小子诚心的吧？确实如公主所言，那个陶红一直在给我娘亲下毒。哇，受苦的孩子早当家呀！你想救你娘吗？当然。这是我的工牌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你拿着它去城南一家叫宁和堂的医馆，把这个工牌递过去，坐诊的那个大夫会跟你离开，他可以救你娘。公主，我欠你一命，以后无论任何事，只要公主想，我豁出性命也会为公主办到。别说这些，你快拿着这个去救你娘吧。萧子渊用力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Yes， 天，能让萧子渊欠我一命，赚翻。瑞王府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听说王妃那边又请了一个大夫来看诊。什么大夫？哪里的？是御医吗？就是最近在京城传得很厉害的一个女神医，听说医术很是不错，大家都叫她女菩萨。哼，一个小丫头片子能成什么气候？医术再好又能好到哪里去？而且我们有陶红在偷偷下毒，宋氏必死无疑。对了，陶红有没有传来什么消息？陶红说一切正常，没什么异动。柳氏这才放心。那就行，让他小心一点，不要打草惊蛇。瑞王府主院，萧子渊在门外有些焦急地朝里看去。